记得今天要开心哦，深度加温度，新闻最专注。哎呀，Zen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玩的事儿，就在3月20日的晚上，咱们乐华娱乐这个内娱界的艺人经济第一股，居然放出了上市以来的第一份业绩公告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 我认为，这可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！结果呢，随着3月21日一到，乐华娱乐被列为经营异常这个话题，就瞪眼瞪到了热搜榜首，简直是红得发紫呀！一大早就成了经营异常的焦点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当然，乐华娱乐的工作人员也是一脸懵逼，表示不知道为啥被罚，还要去找相关部门问个究竟。话说回来，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的答案就如同老祖宗说的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总之，这可把乐华娱乐的工作人员给搞糊涂了。他们回应说，公司没有搬迁，不清楚为什么被罚，会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。哎呦，这么着急的反应，证明懵懂的官方微博也慌了神，赶紧解释说是因为公司工商信息中未更新联络信息，才导致这么一出闹剧。好了，咱们别笑了，毕竟乐华也挺可怜的，刚刚上市没多久，就要被质疑是不是开始走下坡路了。总之，这个解释倒是给力，就像莎士比亚说的，言简意赅，百听不厌。这句话莎士比亚也没说过，但咱们都知道他肯定会这么想。2022年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，营收、经调整净利润双双下降，而且那3大业务板块也是一言难尽。这就像是那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，敬慎常住，则无大备。当心，别让小事拖了后腿啊。不过莎士比亚曾说过，命运的巨轮，我欲将你举起。乐华娱乐在2023年也有了不少新动作，黄明昊开始线下巡演，朱正廷在广州举办演唱会和专辑签售会，老板杜华更是在抖音上带货卖货，销售额都达到500万元到750万元。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艺人们的收入缩水了 27.5%， 这真的不是个好消息啊。不过好在乐华娱乐开始发力线下演唱会了，也算是为艺人们赚取更多的收入而努力了。总之 Zen 我认为这个乐华娱乐真的是过了一波又一波的难关啊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 我认为2022年乐华娱乐的收入构成3大块，艺人管理、音乐、IP 制作和泛娱乐，并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几个小数字啊。这3个部分分别占了 86.9%、10.1% 和 3.0% 的比例。Zen 我咋感觉这些数字一下子就能让人头皮发麻呢？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，乐华娱乐签下了68个艺人。Zen 我还发现，乐华娱乐对于顶流艺人的依赖程度还是挺高的哦。根据粉丝做的商务汇总，王一博竟然签下了32个商务代言。这还没完，商务涉及饮品、数码、服饰、车企等多个品类，这不是花式做广告吗？招股书上还写着，2019年王一博贡献的收入占比达到了 16.8%， 到了2022年前3季度，他贡献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59%， 这得有多赚啊！但是对于乐华娱乐艺人管理收入的下降，青年剧作家、导演向凯表示，一方面是顶流艺人的流量下降，导致商业收入降低，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对偶像综艺节目的整治，艺人无法去综艺节目淘金，这不是闹哪样啊！2018年，乐华娱乐成功打响了名声，成为了偶像经济中的流量，在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两个大火的选秀节目中表现非凡。然而自2021年起，整个文娱行业监管趋严，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，微博取消超话排名等限制手段也频繁出现，这对于以艺人管理收入为主的乐华娱乐无疑是重大打击。此外，乐华娱乐虽然是国内头部艺人经纪公司，但并不具备明显的护城河。招股书显示，乐华娱乐的市场占有率为 1.9%， 排名第一，但与第2名和第3名的 1.3% 和 0.9% 的市场占有率相比，差距并不大。而且您猜，乐华娱乐为什么没有明显的护城河呢？是不是他们的经营策略有问题，还是别家公司的经营更为出色？看到 TF 家族的时代峰峻、SNH48 的斯巴传媒、肖战、毛不易等艺人经纪公司的崛起，乐华娱乐真的有点四面楚歌啊。
但是 Zinman 我认为这也是行业竞争激烈的表现。乐华娱乐虽然面临很多挑战，但他们也有很多优势，比如他们在艺人经纪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和优秀的人才，而且他们的音乐 IP 制作能力也非常强。所以只要乐华娱乐能够在经营策略上做出调整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，相信他们依然能够在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。现在由于王一博的缘故，乐华娱乐公司因为所谓没有更新企业信息的乌龙，而被网友们调侃成换地址了没更新信息而已。话说这可是一个知名的大公司，更新企业信息这种简单小事也会出现失误，实在是不太应该。在评论区里，大家除了指责乐华娱乐的工作人员工作失职以外，更多的则是关心艺人王一博最近的情况。你们知道吗？王一博可是乐华娱乐顶梁柱，红的发紫，可不是一般的小明星能比的啊。但是随着他越来越红，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他，说他文盲、生活作风有问题等等。可王一博本人却很少亲自出来做出解释，让人越发好奇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不过作为乐华娱乐的一员，王一博也确实是个紧张的人物，毕竟他一个人的收入就占了大半，可以说他养活了半个公司。对于这样一个艺人，谁不心疼啊？所以说我们还是多多关注他的正面优点吧。2023年迄今，虽然网友们对王一博的演技评价褒贬不一，但是大家都得承认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舞者。大家可以质疑他的演技，但是却无法质疑他的舞蹈水平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还是要给他点赞的。Zinman 我认为，评价一个艺人应该更多关注到他身上客观存在的优点，而不是捕风捉影去关心那些说不清楚的男女问题。希望王一博能够继续保持他的优秀舞技和良好形象，也希望乐华娱乐能够更加严谨，避免类似失误再次发生。因为王一博自己已经够烦了。不过天天难过天天过，王炸姐姐赵丽颖的心态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无他没法。回头看看那些嫁入豪门的明星，你会发现走出来的赵丽颖就是这么的鬼聪明。你们看，这豪门生活多少人拼尽全力跳进去，最后还得爬出来，说到底能不能适应豪门生活呢？烦恼人人有，冷暖自个知。听我给大家娓娓道来。首先我们得说说那些嫁入豪门后失去自我的明星，比如王艳和董卿，他们本来如日中天，却因为豪门生活竟成了过去的云烟，明明是亮丽无边的女明星的梦想，却纷纷成为了他们人生的终点站，悲催啊！但是啊，有些女明星嫁入豪门后依然坚守自我，更有勇气的女明星在发现豪门生活不如意之后，毅然放弃豪门生活，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赵丽颖。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爱情故事可谓是从草根到巅峰。早在2008年，两人在《锁清秋》中合作，冯绍峰当男主，赵丽颖只是个小丫鬟。没想到这个小丫鬟后来居上，从跑龙套一路逆袭成女一号，和冯绍峰一起演出《西游记》女儿国，从此开始了他们的甜蜜爱情。恋爱进行的风风火火，两人又合作拍摄了《知否知否》，应是绿肥红瘦。谁说不能同事又是情侣？看看他们多甜蜜。不过八卦总是喜欢搞事情，瞧瞧他们发现了赵丽颖疑似怀孕的照片，可惜这只是谣言。不过才辟谣2个月，赵丽颖就宣布结婚了，和冯绍峰奉子成婚。据说赵丽颖当时真的怀了孩子，为了孩子只能临时抱佛脚了。话说冯绍峰家非常有钱，是纺织业的顶尖大佬，而赵丽颖的原生家庭是农民，要嫁入这样的豪门当然会不适应了。不过据说赵丽颖和冯绍峰都是在豪门中做自己，享受甜蜜的生活，而且还因为同在一个剧组中，又是对手戏演员，所以可以把他们2个人的感情藏得很好。嘿嘿 Zinman 我知道当时不少人肯定还想听更多有趣的八卦吧，可惜这就是结尾了。申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虽然赵丽颖和冯绍峰在豪门中过得很幸福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女明星嫁入豪门后失去了自我，过上了与自己并不匹配的生活。这种现象并不是只在娱乐圈中存在，也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要做自己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
不要为了虚荣而去追逐所谓的豪门生活。说到做自己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勇于放弃。只有很少的女明星敢于在发现豪门生活不如意之后，直接放弃豪门生活，直接追寻原本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这样的勇气和果敢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。申万我在此想问大家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们认为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是金钱、地位、名誉还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是，你们有没有勇气放弃一些看似很好的机会，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？第三个问题是，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让自己失去自我、迷失方向的事情，又是如何找回自己的？请大家留言或者评论，与申万我一起交流，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话题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。挫折可以说不分男女，现在的王一博天天头痛，当年的赵丽颖生产的时候更是身心俱疲。这位可爱的女明星在嫁入豪门后遭遇了很多挫折，不过她没有放弃，一直努力的向前。最近她的表现可谓是一路高歌，各种剧集都大获成功。先是她的转型之路，她从流量花旦逐步向实力派演员转型，这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而且她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好，无论是幸福到万家还是风吹半夏，她的演技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而且在赵丽颖离开豪门之后，她没有被打倒，反而是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光彩。她甚至不要财产也不要孩子，选择了净身离开豪门，这样的选择也算是非常勇敢了吧。当然，进入豪门并不一定是每个女明星的梦想，毕竟有时候嫁进豪门后，生活并不一定会变得更加幸福，所以能够活出自己的色彩才是最重要的。而赵丽颖现在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。话说回来，这些成就也不是赵丽颖一下子就得到的，她必须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够有今天的成就。不过这也是她的一种品质吧，勤劳、努力、永不放弃。说到这，是不是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很容易想起王一博的同款格言呢？所以说大家可以从赵丽颖的故事中学到很多东西。人生就是一场奋斗，不停的努力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成功。所以不要轻易放弃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而且为了成功，也要记得活出自己的色彩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成功，真正的幸福。那么你们觉得呢？你们也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评论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。亲爱的，一天没见，好想你。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。